现在呢，我们来介绍两个备选的应用。这两个备选应用呢，我并不是推荐给大家使用，但是呢，我想来做一下介绍和做一下对比。第一个呢，对比的软件叫 Signal， 这款软件呢，简单来说，它该有的功能都有啊，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就上面我们提到过，或者说我们常用的社交软件有的功能呢，它都有。优点呢，就是安全性、隐私性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。而且呢，也经过安全机构的评审，所以它的安全性呢、隐私性上呢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那缺点呢，就是一，要想使用这个 Signal 软件，我们需要使用手机号进行注册，那因此呢，就丢失了你个人匿名性。第二个缺点呢，就官方呢也明确的说明，它会存储你注册日期以及最后一次的登录日期。除此呢，它不会再存储任何其他数据。那如果你想使用 Signal 这款软件呢，我建议呢，一定要使用一个匿名的手机号来注册。那为什么我不推荐使用这款软件呢？就是如果我们想获取这个匿名手机号的话，那本身就增加了一些风险。而且呢，这个匿名手机号如果一旦没有保护好个人匿名性的话，同样也会泄露个人的身份信息。所以在匿名性这一块，我就不会推荐 Signal。第二个备选的软件呢是 Telegram， 也就是俗称的电报。那这个软件呢，大家用的比较多。那这款软件呢，基本介绍呢，同样它该有的功能都有。同样的，这款软件它有它独特的特点，它在它的生态上面以及它的易用性上面都非常好，用户量也非常大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是一，功能非常的全面，而且呢，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，使用非常简单。第二个呢，优点就是具有良好的生态，特别是它的频道功能，对吧？它的这款软件的用户量也非常的大。但它的缺点呢，也是很多的。第一个缺点呢，就是首先是需要使用手机号来注册，因此呢，也丢失了匿名性。第二个呢，它软件的客户端是开源的，但是服务端并不开源，而且它使用了自研的加密算法，很多的研究者并不认同这样的一种方式，也不认同这种算法。第三个呢，它默认与别人通话并不是端到端加密，而是需要你主动在对话中启用加密，这样才能使用端到端加密。而且呢，它的群聊内容都不是加密的。第四个缺点，它的消息以及文本信息都存储在了它的中央服务器上面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消息的这个隐私性。第五个呢，官方明确说过，它会收集你的 IP 地址、你的登录设备信息以及用户名更改历史。基于这5个缺点呢，我也不是很推荐 Telegram 这款软件。那如果你要是想使用上述的这款软件的话，我的使用建议呢，获取一个真正的匿名手机号，然后呢，搭配一个安全的 VPN 来进行使用。